男嘉宾吴先生27岁，酒吧领班；女嘉宾易女士28岁，DJ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您是 DJ？ 是的。酒吧领班？对。是在一个单位吗？对。结婚1年了？是的。孩子多大呀？4个月。男孩女孩？男孩。你妈是不是特着急你们俩的事儿？对。说妈妈其实也来了，对吧？但是只能在宾馆里带着你们的孩子，然后你们到这儿来解决这个问题。怎么了？天天吵，为什么呀？谁来说说？结婚之前吧，他对我特别好，然后结婚之后吧，他就不顾家，没安全感，然后性格特偏激，我们俩经常吵架。行，我问问啊，刚才说婚前婚后不一个样是吧？是的。婚前怎么对你好啊？就是有一次我肚子疼，他应酬完回来醉醺醺的，然后路都走不稳，来照顾我，然后给我熬红糖水，给我买药。当时我特别感动，也特别幸福。然后之后嘛，就心不在我身上了，也不在家里面，不顾家那种。这怎么样了呢？变成什么样了呢？之前我爸妈嘛过来看我嘛，那天中午我们家里没做饭，然后说一家人出去吃饭，了，然后他还在那玩游戏，我们一家所有人等着他。我说你能不玩吗？他说游戏不能挂机，会坑队友什么的。我就觉得好像游戏比我还重要。但是那一局游戏已经打到一半，也快结束了，然后他们也没有说等我很久嘛，也就几分钟。那平时我一个人等他也就算了，对吧？我爸妈来了，等他，我们一起本来说出去吃饭，他也在那里玩。明白。生活里这个小事儿有时候还挺伤人，是吧？对。你会觉得说，你看这个男人，你喜欢游戏，你不尊重我就算了，对吧？我父母在的时候还不给我面子，是不是这心理？是的。有了孩子之后好点不好？没有，无时无刻都在玩那种。我就接受不了。所以女方现在其实所说的这个变化，可能对她来说体贴变得不再那么重要。我怎么听起来就是对男生打游戏这件事儿特别的在意，是这意思吗？就爱玩是吧？对。孩子有4个月是吧？对。最难带的时候，这段时期特别辛苦。他对儿子好吗？也不是不好吧，就是很少，就是说去抱他、关心他什么的。就像我不是刚生完孩子嘛，我身体都没恢复好，因为家庭比较困难嘛，然后我就去上班挣钱，然后我就，因为我生孩子是剖腹产的嘛，上班的时候我伤口都疼，有时候我就在想，感觉一个家都要我一个人撑着，然后我自己还要上班，白天还要就是很早起来带孩子那种感觉，我感觉自己一个人很累，压力很大。你们俩应该都是夜班性质对吧？是的。白天得睡觉是吧？白天他睡觉，早上就是我比如7点钟起来，比如带孩子嘛，其实有时候也困，等孩子睡了我就跟他一起睡一会儿。所以很辛苦。我们说争吵的时候为什么会争吵？为什么家里会有很多小事争吵？这些积怨是在你心里的是吧？大概这是你妻子心里面的那种，就她不舒服吗？心里有些疙瘩。其实吧，你有疙瘩吗？就是你妻子，你有什么不满意的？他就是太强势了，而且他做什么事的话都不喜欢跟我商量，他自己做主。举个例子，我每次呀说出门倒个垃圾啊，或者是买包烟呀，什么都要跟他报备一下。这个为什么呢？你是不放心他呀，还是怎么了？为什么要报备呢？是这样的，主持人，就是之前我跟他刚谈恋爱的时候嘛，就是他跟他前女友那个时候还没分手的时候认识我，还有就是我感觉他对每个女孩子都挺好的那种。有时候感觉不到他对我有跟别人有什么不同，所以你不放心是吗？是的。他除了就是，他当时有女朋友，他喜欢上了你，然后他跟他女朋友分手之外，还有别的什么事儿让你是不放心的吗？不会就是有一次吧，他就是下班回来嘛，我看到微信，他一个女客户，就是知道了他有孩子，他就跟那个女客户回，他说我跟我老婆离婚了，孩子就归我了，我就感觉他随时要抛弃我跟孩子一样的。这件事是这样的，之前我有个客户嘛，他知道我有了儿子，然后我那天我就问我老婆，我说他知道我有孩子了，我说这信息怎么回啊？然后他就让我这样回了，我这样回过去，他又生气了。No， 为什么你有一个客户知道你有儿子，你不能大大方方的跟他说我有儿子？为什么还要你老婆？那我让他这么回，他就这么回，他自己没脑子一样的。你跟那客户什么关系啊？没有关系，就普通客户关系啊。说回不就行了吗？说是啊，谢谢。不是，这可能是工作性质的问题吧。不就是一个酒吧的领班是吧？对。好，女客户是吧？对，女客户。你怕失去了女客户？对。所以你说你离婚了？不是我怕，然后我之前跟他说过，我说要不我就照实说吧，然后这单客户丢失就丢失了，然后他说老公不要，让我这样回，我就这样回了。这不是你让他回的吗？我是说你不要这么说，但是他理解为叫我不要说。这样子。
所以女生是因为没有安全感，是吧？你不放心他是吧？是的。对男生来说，可能就算控制了，是吧？买烟需要报备，倒垃圾需要报备，还有什么你是需要报备的呢？就是我来之前嘛，跟编导就是介绍我们的情况嘛。然后当时我们孩子在吃奶，然后奶吃完了，然后他让我去洗了个奶瓶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等我把我们那个情况跟那个编导说一下，说完了然后我再去，就这么一点时间，等那么一点时间他都等不了，这太霸道了他等不了是他干嘛呢？他就跟我发火呀。他说他让我去做什么，我必须立马去做，做慢了或者不做，他就会不开心。行，我明白了。就男生会觉得女生在家里霸道，是这意思吗？对。那如果在家里的话，下班之后你们有共同的时间去沟通吗？还是各干各的？对，有时候也会说，然后有时候就是看看手机啊，自己做自己的事。刚才上来的时候你说你先生很极端，是吧？对，你说夫妻吵架很正的，对吧？但是他呢，我吵的时候很生气，然后就是自己打自己那种扇耳光，然后往墙上撞。他呀？对，然后当时我婆婆跟我儿子都在，当时把我儿子吓得好几天都没睡好。不是你干嘛呀？不是，我以前没有这样的，然后主要是他现在吧，他脾气越来越大了，他要跟我发火，我也不该顶嘴，我要是顶嘴了，然后他就给我家里人发信息、打电话，一个一个打电话，一个发信息。干嘛呀？说我对他怎么不好了，然后现在怎么又变了，又怎么了？然后我家里人就过来说我嘛，日积月累的吧，然后时间长了，心里就憋得难受。每次如果一吵架，然后再吵得激烈一点，然后就有时候就控制不住。你是控制不住，然后就打自己？气的。你说一个男人为这点小事就哭啊打的，我觉得像个男人吗？那是小事吗？比如说我们两个吵架，全部都过去帮你了，那我心里委屈跟谁说去？他这个人吧，就喜欢可能，我觉得他喜欢听。你跟你婆婆关系好不好？好的，我婆婆把我当亲生女儿一样，我也把她当亲生妈妈一样的。哦，就等于说现在在家里面是你们婆媳俩一起治他，是这意思吗？是的，因为我跟我婆婆都觉得是她的错嘛，所以说她嘛。我爸也帮他。行，你们两位现在就是你想好好过还是想吵？我想好好过。想好，你呢？我也想好好过呀。但是就是在生活里就控制不住是吗？对。你们俩吵架通常几天会和好？要不然就有时候当天就和好了。天天吵，天天好，是这意思吧？是吗？基本差不多吧。这次是婆婆要来的，是吧？看不下去了。是的。你觉得呢？应该是。还能过吗？肯定想好好过呀，因为我也算是第二段婚姻了嘛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认识他之前，我结过一次婚的。那你不是因为他离的婚吧？不是。别的原因。所以你想好好跟他过。前面有孩子吗？有的。那孩子跟谁呢？跟那个他那边爸爸。上一段离婚是因为什么原因？就他那边的事，就是他那边爸爸的事情。你对这事儿很在乎，对不对？对，可能我就希望他多留点心在我跟孩子身上。男生是觉得女生脾气太大，是吧？你觉得在这家里面大概不太能呼吸，对吧？因为你爸你妈也向着他，对吧？慢慢的儿子长大，儿子也向着他，是吧？孤家寡人，又不知道自己哪儿错了，是这意思吗？行吧，老师们你们看看吧，就是这样一段婚姻应该怎么去处理它？来，我们一起进入新阳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。刚才你提到一碗红糖水的时候，你的声音是哽咽的。我相信你很珍惜这重新获得的温暖，对吗？是的。很珍惜面前的您的这位先生。是的。可是我总结了一下，你们的婚姻当中，你有3个不。首先就是不信任，你非常的不信任他。因为他的工作原因，因为他和前女友的问题，还有其实就是因为你前夫和你离婚的原因。是的。你不是不信任他，你很多时候你是不信任男人，才会倒垃圾也要询问，买包烟也要询问，这是你自己内心的心理问题。你需要去调整，去跳脱。第二个就是不平衡。前面讲到他玩游戏，对你来说，我这么努力的在工作的时候，你在玩游戏；我在外面赚钱的时候，你不顾家，所以你不平衡。第3就是你自己性格的问题了，不温柔。你有没有检讨过？
你在处理所有的情感问题，可能都多多少少有这个问题，包括你前面的一段婚姻。是的。所以我希望在接下来你们的相处当中，尤其是你是那么珍视你们这段婚姻家庭生活的一个人，你要弱势一点，温柔一点，收起你的锋芒，让我们看到现在就是这样看过去的你，我相信你们的关系会缓和很多。而作为男生，首先就是玩游戏的问题嘛，你玩可以，但是你要分时间、分地点、分场合。第二，他刚才抱怨的比较多的就是在家里面不照顾孩子的问题嘛，你多拿出一点时间陪陪他们娘仨，包括你妈。第三就是极端，男人为什么会极端？因为无能，所以无助。你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你家里的这点事儿，这些问题，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你媳妇儿、你妈甚至你爸带给你的焦虑和压力。这是因为你在家庭问题上缺乏处理能力，所以好好的去更多的磨合，更多的去体谅。我觉得你们两个没有太大的问题。你太太她是一个曾经受过伤的女人，只要你给她多一点点的温暖，她会比其他女人感受10倍都不止，她会用更多的爱和温暖去回馈你。祝你们幸福，加油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孙岩老师。我先来说吴先生哈，游戏不能坑队友，但可以坑家人是吧？而且还有一点，游戏就是让你沉溺于这种安乐和享受当中。人一旦持续的沉溺于这种安乐和享受当中，就会断然丧失斗志。但是你还是要活在现实生活当中，对不对？所以逃避不是问题。接下来说，女士啊，其实你是有一些焦虑情绪的。可能也是因为他一开始在结婚之前对你太好了，让你一下感受到了那种无微不至的关怀，所以你对他抱了无限高的期待和期望。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把那种好一直持续下去的。有的时候说话其实是需要技巧的，尤其夫妻之间的说话，我们要学会好好说话。就是你带着一种情绪在跟他说话的时候，你势必会激怒他。激怒他之后，你也会伤心，你也会受伤，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循环。所以调整你对于他的一些态度，还有你自己的心态，我相信过一段时间，你过了你这个产后的特殊时间之后，你会有所改变的。当你发现情绪没那么激动和焦虑的时候，我觉得你也适度应该对他做出一些的调整和改变，好吗？好的。好，祝你们幸福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沙大老师。来，涂老师。其实你们的问题非常严重。你所有的行为都在表明你要教这个男人，教他怎么做男人，做一个有责任的男人，对不对？你也想治他，所以一旦他有一点不如意，你就大发雷霆，而后来把他逼到扇自己耳光、撞墙，可能你认为这只是一点点小事儿。你说男人为这点小事去撞墙、去扇自己耳光，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其实这个问题很严重，他的精神要崩溃，他才会产生这些行为。你无形之中给他带来了很多压力，你无形之中给了他很多的逼迫，你知道吗？事实上在那段时间你是不应该谈恋爱的，你自己的伤还没好吗？而且那么迫不及待地结了婚。你对于你的现状是不满意的，你对于他，对于现在拥有的这个家庭，你本身是抱有怀疑，但这不公平。你不能因为你上一段受到的伤害和另外一个男人对你的对待，你对于这家人，对于这个男人，你就百般的苛求。这男人是有问题，但问题其实并不大，而且他愿意听你教，但这是你没有这样的能力把别人教好。相反，你的情绪影响到了这家人，他的父母在捧着你过日子。你说我的跟我婆婆之间跟母女一样，什么呀？他不是因为这是自己亲生儿子，他能对你那么好？如果真的是因为一段不忠的感情而要重新开始，你就应该找一个成熟的男人，而不会那么迷恋于他给你的一碗什么红糖水，或者对你的一个所谓的关怀，而应该真正认清楚一个男人的责任是什么，你就不会找一个这样的小男人。但你没有，
那既然现在已经结了婚，已经有了孩子，那就互相信任，互相学习着成长。信任一个人的感觉是很好的，但老是揣测一个人的那种感觉很不好，别人也不好。是从某个条件上来说，你自己没有那样的能力，你却偏偏要去教别人，要去治别人，你自己的伤都没好，你又招惹一段爱情，你很有问题，你知道吗？至于男生，你也没有必要去自己伤害自己。其实我觉得你们俩应该共同的去看一下心理医生，让他们为你们排解一下内心的压力，这很重要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我希望你们两个人心里面都不要有那种最传统的东西。我不说传统好和坏，就是世俗会带来很多的力量，就世俗恰恰有时候会影响我们。比如说，你千万别觉得自己吃亏了，娶了个二婚的女人，她还有孩子，你是一个伟大的男人，没什么。你爱她那些都不算什么，你心里不能有这种优越感。你越这样优越，你会越难受，明白吗？对于女生来说，要学会感恩。我跟你在人格上是平等的，我不比你低什么，但是你也不能说我一点感恩之心都没有啊。因为在客观上，在这个世俗面前，他能娶你，对很多人来说好像这个男人恩赐了你，其实在我看来不是恩赐，可是你心里多少应该有一些感恩，这是尺度和分寸。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其实吧，我知道你内心没有安全感，但是我想让我的方式让你去相信我。像我每天回来吧，聊天记录我都是主动给你看的，然后工资我也是都是一直交给你的。我希望你吧相信我，还有你不要那么太强势了，不要太强势。然后有什么家里有什么事，你对跟我说一下，跟我商量一下，好吗？我也觉得我有不对的地方，可能是我太敏感了吧。因为上一段婚姻给你带来的压力太大，也是我不对。以后我们回去就好好过日子吧，都互相改一下。好，请亮灯。来，两位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，请开门。